欢迎来到梦幻厨房，在我家，我是在林这边。今儿个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纯钛锅的开锅清洁保养。钛锅如何变不粘锅呢？听说钛呢是世界公认无毒性释放的金属，超级轻，耐高低温，耐酸碱，耐刮又不生锈，然后完全没有涂层。一直很想买一只钛锅来玩玩。趁这次去日本旅游的时候呢，就拎了一只纯钛锅回台湾，顺手把开锅啦、清洁还有如何不粘拍成影片分享给大家。刚刚说用拎的，真的是拎回台湾，因为很轻，这么大33公分直径的锅呢，大概不到1公斤。稍微看了一下说明书有简单的简体字说明的部分，不过感觉写的不太清楚，需要简单的自行组装一下手把的部分。最怕麻烦了，还好不用使用什么特殊的工具，直接转紧锁上去就可以了。好，锁紧搞定。接下来就用洗洁剂跟清水洗干净就可以了，然后把表面的水分擦干，这样就完成初步的清洁咯。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正式的开锅跟润锅了，就按照刚刚说明书的说明说明书上写呢，倒入约锅身1/3的油量。天哪，我觉得1/3有点太多了，好像没有这个必要。第一次使用还是乖乖照着说明书好了，不过我少加一些，只加1/4。接着开小火加热5分钟左右，锅底会看到一些油纹的变化然后把锅子整个晃一下让锅子的边边内侧都吃到油。只需中小火加热个5分钟就可以关火咯。剩下的油呢也不用浪费直接拿来炒菜啦，或者是煎炸食物都可以。然后用厨房纸巾呢把锅的内侧整个擦拭一遍，让锅呢整体都吃到油，这样就完成首次的开锅润锅咯。马上倒油烧热锅，然后试试看这个锅子的效果是不是真的不粘呢？我发现效果普普，锅的热点有点多，然后上色有点不均匀。那我换成自己的热锅方式看看效果如何。跟不锈钢锅不粘的方式相同，就是把锅烧到够热。这个现象被称为莱顿弗罗斯特现象。锅烧到够热之后呢，撒下水珠，小水珠凝结成大水珠像在荷叶上慢跑状，这样就对了。接下来我们下耐高温的食用油，油布满锅底之后呢，继续加热，产生很多细小油纹状，就可以准备下食材了。然后记得都不用用太大火，因为钛的导热太快了，火力掌控不好，很容易烧焦下食材之后呢，就要转小火了，可以稍微铲铲看可以轻松移动时候就可以翻面了。钛锅升温真的很快一定要掌握火力，否则会觉得很难用。火力掌控好呢，就可以轻松做出酥脆金黄的效果。再来试试看煎这个双酱猪肉，一样也是锅油烧热放入食材。因为用钛锅呢是所谓的物理性不粘所以我发现用油量真的不能太少。然后因为导热很快，也蛮容易产生油烟的。如果真的要少油甚至无油来煎东西，可能真的还是要用不粘锅。接下来煎条鱼试试看。一样锅子烧热，然后加油产生油纹之后呢，再下食材，火力控制在中小火，确定鱼可以移动的时候呢，再来翻面千万不要硬翻否则鱼保证支离破碎。重点还是热锅够，火力控制好。煎完东西之后呢，底部会有梅纳反应产生的焦香物质很多国外大厨会拿来做酱汁那我直接拿来炒菜，特别来炒一个铁质很高的菠菜。以前用铁锅来快炒虽然很有锅香气，但是很容易因为铁锅的无机铁粉末残留造成黑黑的水，黑噜噜的总是觉得不太美观。那用钛锅呢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了，我发现炒出来都不会有黑黑的水，感觉青菜的颜色呢特别的清爽。不过因为油量加的不少，我发现了油烟还蛮大的。不过炒菜可以用大火，整个就是爽。清洗方式呢也非常简单因为这个锅的硬度很高，不怕刮，不怕刷，不怕冲冷水，更不怕金属铲。用一般的菜刮布啦、棕刷、钢刷都没有问题。然后我也不加洗洁剂，直接用清水洗就很干净了。
洗干净擦干就好咯，不需要涂油哦，因为它不会生锈。再次提醒大家哦，因为它是所谓的物理性不粘，第一个不能少油，第二个一定要热锅，然后每一次要煎东西不粘都一定要这个程序。这个是我使用2周左右的情况，因为本人喜欢大火快炒，所以把这个锅的锅底搞成这个颜色了。不过找到的资料呢都说不必担心哦，虽然这个深色的部分呢已经不可逆了，回不去了，但是还好，就算变成这个颜色呢，也不会产生任何有害的物质。锅底也是这样的情况，然后也都可以正常使用，只是稠了点。这个就是今天的介绍咯，如果喜欢别忘了按赞、留言、加分享。这一期的食谱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更多的生活分享、好物推荐，欢迎加入我的 IG 跟 FB， 还有别忘了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最新影片哦。耶稣爱你，我也爱你，我们下次见，拜拜。